有发现了。叶晨听闻，心下一喜，连忙问他，李探长有没有说具体是什么发现？是确定找到新的死尸驻地了吗？对，林婉儿点头道。李探长说 AI 已经锁定了一家位于摩洛哥的磷酸盐矿场，说是等公子回去之后跟公子当面碰一下其中的细节。叶晨想了想，问他，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摩洛哥应该就是非洲国家吧？是的，公子。林婉儿道，摩洛哥在非洲西北部，和西班牙、葡萄牙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隔海相望。这个国家盛产磷酸盐，占全球储量的70%左右。叶晨微微点头，开口道，既然这个国家盛产磷酸盐，那国内的磷酸盐矿应该有很多，破青会把死尸驻地放在那里，也相对隐蔽，看来应该是8、9不离10了。林婉儿问他，公子，既然事关重大，那咱们现在就抓紧时间往回赶吧。叶晨道，先不着急，你不是还想看看极光吗？我今天晚上也想再看一看极光会不会再出现什么其他的变化。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异常，我们就连夜开车回去吧。林婉儿微微点头，奴家都听公子安排。趁着天还没黑，叶晨和林婉儿一起开车出门，简单吃了个饭，回来之后他便迫不及待地继续开始打坐，用解手印的方式修炼灵气。经过昨天一晚上的不断联系，叶晨对这套手印已经滚瓜烂熟，运转起来也是得心应手。几个小时过去，体内的灵气又有了非常显著的增长，这让他对这套手印的信心更强。一直打坐修炼到夜里，极光再次出现。叶晨与林婉儿一起出门，又步行翻过一座山丘，来到距离极光最近的地方。两人在极光下站了许久，天际间的极光如同波澜一般缓慢摇曳，但昨天的那番奇异场景没有再发生过。等了许久也不见任何异常，叶晨便对林婉儿说道，林小姐，我估计这极光也不会再给我什么新的提示了，咱们收拾一下回奥苏城吧。好，林婉儿答应下来，道，公子，回去的路上让奴家来开车吧。奴家开车，公子就可以专心致志地在车上打坐修炼了。叶晨忙问，才10几个小时的车，你可以吗？没问题的。林婉儿微笑道，奴家的身体素质虽然没有修士那么强悍，但也绝对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连续开10几个小时的车对奴家来说不在话下，公子尽可放心。叶晨心想也是，便点头说道，好，那就辛苦林小姐开这趟长途了。对叶晨来说，他现在就像是一个刚刚掌握了发家之道的屌丝，眼看终于找到了赚钱的赛道，他恨不得在这赛道上一直跑下去，一刻不要停。更何况林婉儿可不是普通的小姑娘，人家活了3、400岁，连直升机都会开，跑一趟长途自然也不在话下。于是在回去的路上，林婉儿负责开车，叶晨则坐在后排座的座位上继续修炼。当两人快要抵达奥苏城的时候，叶晨体内的灵气总体已经增长了接近2成。他对一旁的林婉儿说，既然这手印能够源源不断地产生灵气，那我回去之后就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一切代价，把那枚戒指的隐藏功能激发出来。由于来的时候就路过了 AI 模型的厂房，所以叶晨便给李亚林打了个电话。李亚林刚好就在这里，于是叶晨便直奔这里而去。见了面，李亚林便迫不及待地对叶晨说道，模型已经锁定了一个可疑度非常高的目标，按照模型自己的话说，基本上可以99.99%确认。叶晨便道，那就辛苦李探长大概介绍一下 AI 模型这次究竟发现了什么以及他的思维逻辑。李亚林立刻打开显示器，将一部分照片点开，又打开一个区域内的卫星图片，对叶晨说道，叶先生，你看这个矿区位于摩洛哥的中部矿区，这里是摩洛哥磷酸盐4大矿区之一。叶晨问他，在这个矿区开采磷酸盐矿的公司有几家？李亚林回答道，叶先生，根据我们的调查，这个矿区内一共有8家开采企业。说着，他点开一张卫星图，卫星图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个近乎沙漠一样的矿区内，零星分布着多家开采企业，
甚至都能够通过被 AI 增的卫星图像，看到在矿区内作业的车辆以及人员大概情况。李亚林指着其中一个区域，对叶晨说道：“叶先生，这一片就是 AI 严重怀疑的一家磷酸盐开采企业。这家公司的名字叫做杜克矿业。这家公司已经成立35年了，在过去的35年里，它的规模扩大了好几倍。”叶晨点了点头，问他道：“AI 凭什么认定它就是破氢会的死士驻地呢？”李亚林道：“首先是 AI 先跑了一个大名单，在全球范围内搜寻了大概8万家有能力承载破氢会死士驻地要求的企业，然后又结合大量海量的数据以及天际线的资料，进行了多方位的系统分析。”说着，李亚林微微一顿，又打开了第2张图片，对叶晨说道：“叶先生 ，AI 发现这家企业在各方面都符合我们对死士驻地的判断，而且这家企业也存在能耗过高的问题，所以他们在10年前申请了风电投入的许可，在矿区投建了6台风力发电机组。除此之外，他们同样在10年前悄悄改造了所有的屋顶，将所有屋顶全部改成光伏板。想来是因为他们的能源缺口比较大，但是此地又不像尼日利亚那样盛产石油可以随时拿来发电，于是他们便打起了风能和太阳能的主意。”叶晨开口道：“这些因素听起来好像也只能是怀疑，但不能确定对方真的是破氢会的死士驻地。”李亚林笑道：“所以最关键的信息来了，摩洛哥政府早在20年前就已经禁止从地下开采磷酸盐矿了。以前所有的地下开采矿井和设备全部作废，封存而进行大规模的地表开采，也就是从地下矿井变成了露天矿井。但是这家矿业公司在过去15年的卫星资料里，被拍到至少10几次进入过大型运输车队，并且拍到车队运送大量物资。卸货区就在原本早该废弃的地下矿井入口处，而且天际线还拍到了几次卡车拉着大量类似土方的废弃物从老旧地下矿井运往露天矿区内进行倾倒。”说着，李亚林又道：“如果对方还在偷偷使用地下矿井开采，那么绝对不可能将开采出来的磷酸盐矿又倒回露天矿的矿坑内，这完全就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而且 AI 分析过，因为科技的进步和工矿设备的发展，浅表开采无论是开采难度、开采成本以及开采效率都要高于地下开采。现在如果继续从地下开采，只能是费力又不讨好，所以绝大多数的矿场都关闭了以前的地下矿井。天际线的图片资料能够看得出，其他矿场的地下矿井在过去这么多年都没有任何启动过的迹象，唯独这家杜克矿业 AI 分析卫星资料后给出的结论是，破氢会改造了这座矿山，将其原本应该彻底封存的地下设施拿来做了死士驻地，并且这个死士驻地还在不断扩建，所以里面才会不断运出岩石、土方等废弃物，而那些装满了物资的车队肯定是向驻地运送补给的。